法则运作论第1章二元互生。我们如果要理解万物，第一步通常是观察现象，看星体怎么运动，看物质怎么反应，看人怎么行动。但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观察现象只能知道它像什么，却不一定知道它为什么能成立。所以在讨论万物之前，我想先问一个更前面的问题：一切之所以能成立，它依靠的是什么？如果根基不知道，那任何法则都只是在描述表面。那么法则在运作时，最底层依据的是什么？先不要急着接受我的答案，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思考实验。我先不谈宇宙，也不谈哲学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如果我现在说2加2等于5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会判断它错了。请注意刚刚发生的一件事，你并不是先去查资料，也不是先做实验，你甚至没有推理很久，你是立刻知道它错。那如果你从来没学过数学呢？你其实不会觉得它错，你只会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你连对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代表一件极关键的事，你在判断错的当下，其实同时用到了对，但这个对不是被你感受到的，而是被用来当作定位基准，让错可以成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世界不再有对，那么错本身是否还能成立，都会成为问题。从这件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深的现象：错其实离不开对方，是需要依附在对之上的关系。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义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说明语言习惯，而是为了表达法则呈现二元概念时其实隐含的一个原则：相反对立的概念必须依附彼此才能成立。我把这种关系命名为二元互生。如果这还不够直观，接下来我举个物理层面的例子：水的存在。你对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温和、柔软，没有破坏性，你甚至可以用手把它分开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水其实非常主动，它会流、会渗、会推、会累积。下雨、洪水、海啸、台风，真正改变地貌甚至改写文明的力量，正是来自这个看起来最温和的东西。于是你会发现一件事：水表现为柔弱，却运作为强大。简单说，就是外弱内强。这正是我要表达的重点。当法则呈现二元对立的概念时，两者不是彼此排斥，而是必须依附彼此才能成立。到这里，如果你重新回头看刚刚的2个例子，会发现一个更深的现象。第一个例子里，你之所以能判断2加2等于5是错的，是因为以对作为立足点进行定位。第二个例子里，你看到的是水的柔弱，但真正支撑整体结果的却是它隐藏的力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明明对错强弱彼此相反，为什么在呈现时不会互相冲突，反而能稳定存在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判断错误，是因为你觉得2加2等于5是对的，还是因为你知道正确答案，并以此判断它错？你一定会选第二个。也就是说，对与错并不是彼此消灭矛盾才成立，而是位置不同。对负责支撑判断成立，错负责被看见。水的例子也是一样，强作为整体的根本，弱作为表现的样貌，两者不但不冲突，反而使整体自洽。因此可以看见一个共同事实：互异的相反概念不能在同一位置呈现，只能以不对等的方式存在。那这是巧合，还是结构必然？我们只问一个问题：若彼此互异的概念没有其中一方作为立足点，他们要如何互异？为了厘清，我们分成3种情况。第一种， A 与 B 都不当立足点，两者都在依附，但没有被依附者，依附无法成立。第二种， A 与 B 都当立足点，两者都作为被依附者，但没有人依附，依然无法成立。第三种，一方作为立足点，一方依附，只有这种情况，互依才可能存在。因此结论不是经验归纳，而是逻辑必然。二元互生在展现时必然形成不对等分工。我将这个结构命名为根相机制。其中被依附方称为根，作为立足点支撑整体；依附方称为相，负责被看见展示。如果拿水杯做比喻，相就像水杯这个外壳，根就像里面的内容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、不能含糊带过的前提，必须先说清楚：根与相之间是静态的。为什么？你只要问一个很简单但很致命的问题就够了。如果一个处于根本层的要素可以离开它原本的位置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答案其实很直接，整个结构会立刻失去立足点。不止结构崩塌，连互生这件事都会因为无法依附而不成立。
这便是为什么根与相之间是静态的原因。以上我们已经完整说明了二元互生。如果你对二元互生仍有疑虑，我还可以举其他例子，例如空间方位的呈现其实同样符合二元互生，前后、左右、上下这些概念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。你不可能只存在前却不存在后，也不可能只有左却没有右，它们总是一起出现，彼此共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其中一方形成结果时，必须依靠另一方支撑才能成立。例如，前方之所以能成立，必须依靠后方作为支撑，因为如果不存在后方，那么前方本身也失去定位基准。换句话说，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方向，而是建立在后的对应关系上才得以成立。左右、上下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因此，空间方位并不是单一概念各自独立存在，而是彼此互相定义，彼此互相成立。这正是二元互生最直观的展现之一。前方不是我站在原点向前看就能有前方吗？什么建立在后的对应关系上才能有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好奇怪呀！说不定互一是认知塑造出来的对应关系，说不定互生本来不存在。当真实发生的状态被你认知到，你对于认知到的状态赋予了定义与命名。举例来说，你是认知到空间的结构关系，再赋予你认知到的结构关系名词与定义，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。但你不管怎么定义，其真正的结构关系仍然不会变。我们认知上出现的对应关系依旧来源于现实本身的结构，因此这种在认知上出现的对应关系反而是互生确实存在最好的印证。说不定还有1咪咪可能是巧合凑巧。可恶，找茬失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第1章的全部内容。到这里为止，很多人会说，原来对立的东西是互相依附的，很有意思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但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杀伤力有多大，这不是一个有趣的观察，这是一个可以拿来拆解整个世界的工具。下一章我会告诉你，当你把二元互生套用到世界最底层的规则上面的时候，会推导出多么夸张、多么颠覆你世界观的结论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世界会存在，为什么世界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下一章见。